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日常护肤步骤这样的内容，主要在于可以不用等产品完全使用完，更快更直接的将当下的使用感反馈给大家，这是做这样内容的初衷。上次的日间护肤步骤没有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我们来说夜间护肤步骤，现在就依次来介绍一下吧。首先是卸妆，无论是卸妆油还是有卸妆功能的洗面奶，你只需要用一个。曾经被教育的复合式洁面其实对敏皮并不友好。夏天偏啫喱质感的卸妆产品呢是我的首选。右边的这一瓶呢，就是很早之前我在红薯有介绍过，每年夏天都会出的限量Artenia 爱天然小蓝瓶水感卸妆液，完全呢不会有油的感觉，啫喱质地对油皮来说肤感真的非常的友好。它的味道呢是非常清新的柠檬气息，遇水几乎不会乳化，卸妆力其实一般，但是对付日常的防晒绝对是足够了。而左边的这款呢，就是在之前介绍过蓝的物语水感卸妆油时被大家种草的另外一款真米糯感洁颜油。它好像米汤一样的质地，散发着熟糯米的香气。作为一款同时融合了油感和啫喱质感的卸妆产品，揉抹的过程中顺滑，带着一丝清爽。之前提过，蓝的乳化速度呢，算是目前国货中我觉得最好的。而这款呢，同样延续了这个优点，高颜值，使用感佳，平价，正装、替换装买一送一。蓝的优秀标签很多，这里就无需多说明了。虽然大 S 的新闻很多，但是并不妨碍在古早年代给到大家很多中肯的美容意见。这是现在的明星做不到的，比如洗头发和洗头皮分开进行。无论是日间造型品的使用，还是因为头发出油过多，先快速的用一个清爽的洗发水，轻柔且尽量不触及头皮摩擦的洗掉表面污垢。用到的呢，就是左边这款 Living Proof丰盈蓬松洗发水，7月份大特价的时候果断入的这个大包装。在后疫情时代，大环境很不好，但是对于护肤爱好者而言，很多高级品牌的价格跳水变得很容易入手，也算是苦中作乐了。回到产品本身，标榜应对油性头发扁平易坍塌的问题。其实对于细软油头保持清爽的方法，就是做好每天轻柔洗头。味道呢是淡雅的果香花香融合调，再有一丝木质的气息，无论多油腻状态的头发都可以立刻丰富起泡，冲洗后不会干涩，是非常适合做第一步基础发丝清洁的。接下来清洁头皮呢，就用到的是右边的这款我之前买过的 Leona 蜂蜜洗发水。从馥丽德雅到 Leona 依旧要感谢大环境不好带来的价格跳水。今年其实有蛮多的 C 店在清这个高级洗发水的，可以花到比之前便宜非常多的价格就能够购买到这瓶洗发水。打开之后呢，需要在6个月内使用完，它单用会有色感，是非常纯净的蜂蜜味道。不购的原因除了因为之前我有买过他们家的头皮护理油，还有很多没有用完，因为这个油其实非常的耐用还有就是我比较懒，想要继续搭配使用，所以再次复购呢是理由之一。更多的是在轻盈这个层面上比别的洗发水要强，尤其是搭配头皮精油按摩后，尽管头发还是容易因为出油而垂坠，但依旧是有轻盈感的。不仅如此，它还特别适合敏感的头皮，有很好的安抚和养护的作用。沐浴露是日常社会压力生活带来一点点最直接舒缓作用的小单品，而晚上在用的沐浴露呢，一共有这3款。上海药皂其实呢就是小时候的硫磺皂，用现代科技做成的沐浴产品，已经看见它几乎空瓶了。之前我对一些国货网红沐浴露呢是属于心存芥蒂的，因为有造成敏感红点的不好印象。而这款呢就非常的温和，香味浓郁且有年代感，但是留香呢给人感觉很洁净，量大且平价，特别适合油皮。Olay 的这款
白草莓薄荷美白沐浴露。作为某个阶段人气平价沐浴露的代表，洗后呢水感柔滑，我比较喜欢这个富有泰国感的洁净包装，只是它的香味呢过分的浓郁，可以用甜腻来形容，家里的长辈应该会喜欢这个味道。最后是 Pola 的樱花季限定沐浴露，这个是最近才打开的，一样也是被它非常素雅的瓶身设计所吸引。香味呢是在皂香的基础上融合了樱花果冻的气息，很有入住传统日系温泉酒店的感觉。接下来呢就是面部护肤的流程了。这一年因为疲惫和偶尔的医美，有时候我甚至会极度化繁为简。清洁后呢，只用一个乳液结束全部的护肤步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用的都是可肤美的这款重组胶原蛋白阿乳，这是在618的时候购入的谢字号修复敷料，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瓶乳状的修复面膜，可以把它当成乳液来使用的。皮肤偶尔的两颊泛红，连用1周会恢复得非常好，甚至缓解了我不按传统步骤就会感觉皮肤变差的不安焦虑感。作为一款简单纯粹可以让你皮肤回归自我修复的平衡状态，尤其是光电和注射医美之后轻微创口下的皮肤，其实它只有40克的容量，所以618买的那瓶呢已经空瓶，这是我后来又复购的。如果说日系曾经流行的肌断食水有一点点差强人意，那么可肤美的阿乳绝对是可行的简化护肤。压力、熬夜以及一切会让皮肤状态不好的情况，我们一定不要焦虑，做减法就好。你仍旧可以在你皮肤健康的状态下进行仪式感的护肤步骤，涂涂抹抹也依旧是我人生的热爱。但是当它因为外界的压力超负荷需要休息的时候，一个阿乳真的足够。我通常会连续使用阿乳3到1个星期。当你发现洁面之后你的皮肤状态很稳定，你就可以变回你的日常护肤步骤了。晚间护肤步骤呢，其实和日间有很多是重复的，有很多密集护理或者特殊护理呢，也是在晚间进行的，也应该纳入晚间护肤的视频里。先来说一瓶最近在清仓的化妆水，以前在红薯提到过的资生堂集团高级环保香薰品牌Baomu，这款原价7150日币，约人民币379元的多效精粹水，如今清仓100多元就可以收入囊中，这个价格呢，我很难不心动。虽然我之前在红薯上提过，面对严寒的冬天，即便是这款主打保湿的化妆水，其实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当下魔都的秋天呢，我觉得油皮使用是足够的。它是一款啫喱质地的化妆水，水感舒适不油腻，再配合宛如湖畔树林里面微风拂过的宁静芬芳气息，以及采用了森林砍伐木材的边角料，环保再利用的质感外观设计，我觉得还是可以入手的。这个世界上可以不惜成本很大胆的去做一些未必有经济回报性，但是具备高格调的艺术护肤品牌，资生堂算是为数不多的大集团中可以有这个能力的。从以前的 Kiola 就是护肤功效上没有可买性，但是艺术审美卓越，只是宿命最终就会沦为停产的现实感。作为一款走中高价位，但是在成分上没有特别明显的护肤针对性的品牌来说，在经济萧条的现实下，想要在护肤品上附庸风雅是很没有现实意义的。没想到一晃Baomu竟然已经开始低价清货了。其实这次 C 店清仓呢，Baomu旗下的大部分单品都有在内，我一共入了4个单品，从洁面啫喱、卸妆乳，然后刚才介绍的化妆水以及香水。来简单说一下，可以给大家参考。虽然价格很美好，再加上最近大面积的日系抛弃论，我觉得大家冷静看待就好。全系列都是那种木质调的香水味，在使用感上我觉得是可以用放松享受来形容。相比于洁面膏，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洁面啫喱是按压的，比较方便，所以我就入了这款，很适合油皮的一款洁面产品。卸妆乳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的时间比较久啊，虽然它的质地超级的水感，
对油皮来说肯定是很喜欢这种肤感了，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它的酒精味非常非常的浓郁。酒精我个人是不排斥的，但是当这个酒精的味道已经大到超过本身的木质调香，其实就有一点失去了巴乌姆这个品牌的意境。这个香水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11000日币，差不多500-600块钱人民币吧。但是现在清仓只有200多，作为一款非常有禅意森林气息的香水，200多真的非常值得入。另外它一并在清仓的呢，还有室内香薰喷雾。比于香水啊，其实那个的味道会更淡雅一些。至于它旗下清仓的乳液啊、面霜啊，我都兴趣不大。接下来是一些不是每天都用的特殊护理产品了。首先是珍曼妮的这款0.3%视黄醇流光精华乳，美国的成分药妆护肤品牌，比较出名的首富精华呢，就是出自于这个品牌。这个精华其实买了很久了，只是我最近才打开，是我今年使用的第一瓶 A 醇精华。和以前的观点一样，0.3%的 A 醇浓度是可以带来肉眼可见的效果的同时，刺激感也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它是比较水感的这种乳液质地，清爽而且吸收很快，散发着传统欧美系药妆的那种酸酸的成分味道。我通常会用一停一的方式渐进到每天去使用。我后来查到流光精华这个颜色应该是氧化了，所以 A 醇还是不要囤货，会影响效果的。种草的原因呢，是有一个现在仍旧很火的医美博士博主，他说如果用这个精华都不能让你白的话，就不要在美白精华上面太执着。其实我觉得随着透支，比如说熬夜和压力，涂涂抹抹真的只能让气色不那么暗沉。下面是我最近每天都在用的完美重组胶原蛋白次泡精华，又叫做完美小金针。一次呢需要使用单独的一整支，润润滑滑的质地呢，算不上特别清爽，但是也没有油腻感，吸收呢稍微有一些慢。你可以在意的部位呢重复涂抹，完全吸收之后呢，皮肤会摸起来非常的饱满，的确可以呈现绩效的烹润感，但是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它很适合做密集护理，以及这种小小的设定呢，很适合旅行出差的时候带着，随用随丢，很方便。其实国内刚开始流行这种次泡精华的时候，我用过一些，个人觉得就是换了一个概念，可以卖更贵的普通精华，之后就没有再种草了。直到我发现很多博主啊都在说小金针有多好用，与大多数的次泡精华主打修护不太一样，小金针主打的是抗老。在618的时候呢，很多 C 店都开始卖这种10支装的小包装，价格一下子就降了非常多。我记得上海世博会的时候，佳兰集团呢就已经是民营化妆品企业第一的地位，研发实力呢是无需多说的，更不用说小金针的这个技术了。据说花了24年来研发，正好趁合适的价格呢，我就买了很多盒。我觉得当你想给皮肤休息相当于放假的时候呢，可以只用这个精华来搭配面膜。那么接下来呢，就说一下面膜吧。之前已经提过，重复会购买的呢是可复美的胶原蛋白敷料，而同样在做重组胶原的自然堂，一样来自于佳兰集团的研发实力。它是一款冻干面膜，从我国开始流行的新体系面膜，在米贝尔的初期呢，我就曾经购买过。我觉得冻干类的产品呢，使用感不错，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惊喜记忆了。所以当自然堂推出了这个第2代冻干面膜呢，它更多的是成分跟质感上的升级。冻干这个技术呢，可以做到真正无防腐。不过产品本身需要你在打开的时候注入20毫升的饮用纯净水，然后静置。整个这个过程啊，我是觉得蛮麻烦的，适合喜欢仪式感的人，不适合上班争分夺秒的社畜。面膜的剪裁贴合度呢，非常的好。薄透度和附着力都很不错。年纪大了会发现敷面膜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不然就像去美容院做护理，它的放松感要大于它的功效性。如果说可肤美呢，它可以解决泛红的问题，那么我在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有尝试了自然堂。很显然它的重点不在这里，就是更加主打的是紧致的层面。你可以配合我刚才比如说
小金针的这款精华一起来使用，可以加强渗透，都是一个集团的，我觉得是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啊。30片在618的时候购买呢，大概人民币200出头。如果你很迷恋面膜，你真的没有必要那么钟情外国产品，因为国货现在已经真的是质感做得非常无敌了。对于油皮而言啊，这样高渗透的面膜敷完之后呢，你会发现白头粉刺会浮在表面。这个时候不要用暴力的粉刺针，你可以直接选用这种非常平价的超声波黑头铲，可以很轻松的将表浅凹凸不平的粉刺处理掉，也不会给皮肤带来特别大的负担。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通常做这样的主题涉及到太多的产品，时间呢也可能会过长，无疑在剪辑后期包括字幕呢都增加了时间成本。时不时会有人给我留言说内容能不能短一点，如果觉得这样的视频太长的话，可以在弹幕里扣一个1，我以后会考虑就是分段的来发，就是不要一下子讲这么多内容。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